徒弟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孙。那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。不劳师傅圣意，我有法名，我叫孙悟空。伯父，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前往西天求取真经，以保我王江山永固啊！法师愿意担此重任，跋山涉水，不畏艰险，朕愿与你结为兄弟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不敢，贫僧叩谢陛下。哎，有何不敢？朕这就当着全体文武、所有的百姓，还有诸天神佛的面，与你结为兄弟。来啊，详案伺候。求取真经之事，有劳你了。陛下，贫僧何德何能，敢蒙天恩眷顾至此？玄奘在佛前为誓，这一去，定要捐躯努力，直至西天。若到不了西天，取不到真经，贫僧至死不悔，永堕地狱。我佛慈悲，定会保佑你成功取得真经。来啊，在。将锡杖、袈裟赠与玉帝圣僧。是。前往西天，光路程就108000里，哪年哪月才能到达呀？是啊，想想就让人胆寒。路再长，长不过双脚；天再寒，寒不透人心。弟子听说此去西天路途遥远，路上更多虎豹妖魔，此去有去无回，难保性命啊！是啊，师父。我已发下宏誓，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，至死不悔。师父，那您总要说一个回来的日子吧？或2、3年，或5、7载。但看那山门里头松枝头向东，为师便回，不然断不回矣。你就莫要再伤心了。为师上路以后，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点一盏明灯，燃希望之火，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，远离迷惘，解开疑惑，海天人遨游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欢喜自在心开。玉帝，你来了。好，贫僧何敢劳动陛下亲自送行？哎，你我已是兄弟，为兄难道不该送你一程吗？朕给你准备了一个紫金钵盂，途中化斋而用。
还为你准备了2个长形的从者，有银驹马1匹，作为一路上的奖励。谢陛下隆恩。玉帝，雅号如何称呼？出家之人，未敢称号。菩萨有云：西天有经3藏，玉帝可指经取号，就号作3藏，如何？啊，3藏。谢陛下恩赐雅号。贤弟免礼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贫僧去矣，陛下请留步。玉帝，此去路途艰险，玉帝一路珍重，早去早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欢喜自在心开阔，不沾尘埃，菩提静坐，开莲花一朵。有老虎！子午兄啊，要小心呐！小心！大师，您没事吧？多谢好汉救命之恩啊！嗨，不必了，大师。这只老虎我遇到过3次，凶猛得很。敢问大师往何而去啊？贫僧唐三藏，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拜佛取经的和尚。请问好汉高姓大名？啊，我叫刘伯钦，是这山中的猎户。贫僧的2位随从已被猛虎所杀，恳请好汉助我一臂之力，埋葬他们2人吧。嗨，好啊，这也算功德一件呐。师傅救我！师傅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！这是何人在呼叫？啊，这山旧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两界山，一边属大唐所管，另一边属鞑靼所辖。先年间曾听老辈们讲，数百年前天降此山，山下压了一个神猴，他不吃饮食，不怕寒暑，从昔至今冻饿不死。去年间我曾亲见过他一面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看看。啊，有施主在，我倒不怕。我倒也想看看他长得是何模样。走。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，我好保你西天取经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快点，师傅，快叫徒儿出去啊！你叫我师傅？当然。
然了，不是叫你还是叫谁呀？这是为何？你可是西天取经人？正是。那就对了，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扰乱了天庭，被如来佛祖压在此处。前者观世音菩萨说领了佛旨到东土寻求取经人，还让我留在此处皈依佛门，等候取经人认他为师傅。方才我听你二人在山上讲话，故此才管你叫师傅啊。原来是观音菩萨点化。你虽有善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。只是我没有斧凿，如何救你出来啊？不用斧凿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自会出去啊！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这山上有个金子贴，你把它接了，我自己就出去了。那好，刘施主，你我上山走一遭吧。圣僧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可是只妖猴，说不定放出来又要祸乱天下。没准圣僧跟我是第一个丢性命的。是真的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啊，这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！师父，信我，师父。哎。弟子陈玄奘，特奉旨求经。若有师徒之分，皆得金字救出神猴，同证灵山。若无师徒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骗弟子，不成吉庆，便皆不得起。吾乃临崖大圣者，今日他的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些封皮去也。阿弥陀佛。我已接了压帖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师傅，您二人远一些，越远越好啊！再远，再远，再远！
好惊险！您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我没事。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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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该下来了吧？徒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来了！师傅，这位大哥，有劳你送我师傅，还帮我摘了头上的杂草，谢了啊！徒弟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孙。那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。不劳师傅圣意，我有法名，我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也正合我们的宗派。我看你就像那小头陀一般，为师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孙行者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孙行者，孙行者。长老，恭喜您收了个好徒弟，我还以为放了他会害了你我的性命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虽然是个猴儿，但是我还知道言而有信，知恩图报啊！冒犯，只因为是人，还多的是言而无信、恩将仇报之徒。我这下可以放心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保护长老往西天而去。我得告辞了。多谢壮士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容贫僧回城时再行答谢吧。长老无需多礼，后会有期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师傅，请上马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师傅，我老孙在山下压了500年，终于可以出来松松筋骨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老虎，师傅别怕，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咦，这宝贝500年不曾用过，今天出来吃饭啦！做衣服。悟空，师傅，你看多漂亮啊！悟空，悟空，虽然这老虎咬死我2个随从，但毕竟也是生命啊！哎，师傅，我若不杀他，他便吃了你；我若不杀他，哪来的新衣服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多漂亮啊！不瞒师傅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算是条龙，见了我老孙也不敢无礼。等到师傅遇难的时候，再看我老孙的本领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和尚，哪儿走啊？趁早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一命。哼，师傅放心，这些人是给咱们送行李盘缠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悟空，难道你有点耳背？他说要我们的行李马匹，
你怎么反过来说要他们的衣服盘缠？师傅放心，你尽管看着行李马屁，看我跟他们争执一番再说如何？哎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他们6条大汉，你就一个人，怎么争持啊？请问列位大哥，为什么不让我小和尚过去啊？我们是这路上的检境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远播，劝你早早留下东西，放你们过去。若有半个不字，让你们粉身碎骨。我们家祖传也是大王，怎么没听过列位大哥的名字？你居然不知道？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我们一个唤作眼见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长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优。原来是6个毛贼呀！哼，可知道小和尚是你们的爷爷？快点把你们抢的财宝都给我分出来，不然我就打死你们！这和尚分明找死！我看也是，不给我们东西也就算了，反而想管我们要东西，哼，还有这种事儿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一起上，灭了他！悟空小心！干死他！好个和尚，头真硬啊！还将就的过得去吧？你们打的手也酸了吧？刚刚老孙拿个银针出来跟你们玩玩了。原来这个和尚是会针灸的郎中变的。我们又无病症，你别动这啊！悟空，别打死人了！师傅，你看，咱们可以上路了。那些贼都被俺老孙缴了。你太残忍，太狠心了。他们虽是强盗，就是拿到官府也罪不该死啊。你只需打退他们就行了，怎么能打死他们？你无辜伤人性命，如何做得了和尚？无故伤人？哎，师傅，你没看见他们在我头上打了几十棍子吗？再说，换了别人早就成了肉饼了。你又哪里知道他们在此害死多少人呢？师傅，再说，要不是他们动手打我，我怎么能伤他们呢？他们是强盗，你是和尚，怎么跟他们一般见识？出家人扫地还唯恐伤及蝼蚁性命。为了爱惜飞蛾，要用灯纱照起灯火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怎么一点慈悲好善之心都没有？什么叫青红皂白？师傅，你瞎了！我若是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打死你！唉，我这出家人，宁可死了，也绝不敢行凶。我就是死，也只是一个人，你却杀了他们6个人。此事若告到官府，就算是为师替你说相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说不过去啊。不瞒师傅说，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的时候，不知道打死多少生灵呢。这要是告上官府，哼，那有的是状要告了。
就是因为你没人收服，没人管教，暴横人间，7天望上，才受这500年之难。你如今进了沙门，若是还像当时行凶一味伤生，你根本去不得西天，根本做不得和尚。你既然说我做不了和尚，也上不了西天，就别费那么多唇舌骂我了。哼，老孙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老孙去也！这悟空如此不受教诲，说他几句，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罢了。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啊？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呢？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奉圣旨前往西天拜佛，求取真经。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，此去有108000里路。你这等单人独马，又没个伴侣徒弟，你如何去得了啊？贫僧日前也曾收到一个徒弟，可是他性颇凶顽，不听管教。我只说了他几句，他便径自而去了。我这儿有一领棉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，原是我儿子用的。他只做了3日和尚，便不幸命短身亡了。长老，你既然有徒弟，不如我把这衣帽送与你罢了。你那徒弟往哪儿去了？东行而去了。啊，我家也在东边，倒也顺路。这里还有一篇咒文，叫做定心真言，又名作紧箍咒。你要谨记，你可暗暗地念熟，牢牢地记在心头，别泄露给任何人知道。我去赶上你徒儿，叫他再来跟着你。你就把这套衣帽给他穿戴，他若不服你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就再不敢行凶，也不敢离你而去了。多谢老母惠赐。原来是观音菩萨化身点化。多谢观音大士相助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必定就是定心真言。脚下便是东海了。过了500年了，也不知花果山变成什么样了啊！观音菩萨，
空，你不保唐僧西去，来东海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唐僧是个好坏不分的傻和尚，为了保他西天取经，路上只不过打死了几个强盗，他就说我残暴，一路上唠唠叨叨个不停，烦死了！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先前总要怪无人教导于你，而今好不容易得了个师傅，却又不肯受教。此后再有个不顺心不顺意的事，可休要再怨天怨地。菩萨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跑到这东边来干什么呀？大师向东海龙王借了一幅宝图，说是要去度化冥顽不灵之徒。图？什么图？还能度化人？哎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？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在人间发生的故事，所以大圣未必知晓。这叫做移桥三进吕。移桥三进吕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画中的老神仙叫做黄石公，画中的年轻人乃是汉代的张良。有一天，黄石公坐在移桥上，忽然鞋履落于桥下，就叫唤张良取来。张良连忙取来，跪献给黄石公。黄石公又故意把鞋子落下，再叫张良捡来。如此来回3次，张良居然没有一点生气不耐烦，也不认为是受到藐视或欺辱。那这黄石公3番2次的折腾他，肯定有什么原因吧？黄石公因此爱他勤谨，夜受天书，着他服汉。后来果然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太平后，张良弃职归山，最后悟成仙道。大圣若不保唐僧，不尽勤劳，不受教诲，到最后仍然只是个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老孙回去保唐僧就是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？我在等你啊。我说话重了点儿，你就使性子跑掉，我又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，只管在这儿等你，等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师傅，你饿了啊？徒儿去给你化斋去啊。悟空，不用化斋，我那包袱里面有些干粮，你拿钵盂寻些水来，等我吃过以后再赶路吧。师傅，这衣帽是东土来的吧？好漂亮啊！是刚才一位老妇送我的，为师用它不着。师傅，送给我吧。你若能穿，那就穿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。
真漂亮，真漂亮！好疼啊！难道是这个帽子？怎么脱不下来呀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生根了。听叫了。师傅，不敢再打了，不敢再打了。这是谁教你的咒啊？这问之何用？教我之人必也知道此咒，念将起来，你定消受不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求求你，也别没事把这咒儿念出来折腾弟子。弟子愿保师傅西天取经，再无退悔之意呀，师傅。你若肯受教，为师怜你尚且不及，哪里忍心伤害你？起来吧，起来。以后要洗心革面呐。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悟空，是哪里水响的？师傅，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头涧，想必是涧里的水响吧？啊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好清澈的水呀！只是若无船只，如何渡涧呢？师傅，我先去看看水有多深，没准能让白马给您驮过去呢。
阿弥陀佛，那妖龙竟吃了白马，这千山万水，可怎生走得呀？再说，那白马跟了我许多时日，受尽劳苦啊，怎么就落得如此下场？师傅，你别这么脓包行吗？这点事儿也值得哭一鼻子。好了，你先坐这休息休息，带我去寻那妖龙，把咱的马找回来。是哪个敢在这里夸下海口，辱骂于我？还我马来！少废话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刚将那妖怪骂将出来，打了几个回合，他打不过我，就钻进水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你前日打虎之时，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今日为何就不能降他？好了，我再去与他争斗，不见个分晓，我绝不回来。哼！反正这翻江倒海，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。哼！耶！你是从哪里来的泼魔，竟敢如此欺负于我？哼！你管我是哪来的泼魔，快点把马还给我，不然我饶不了你的性命！哈哈哈哈哈！白马被我吞到肚子里，哪还吐得出来呀？不还你又怎样？还马就砍棍，杀了你，替我的马偿命！哪里走？
师傅，我正要降那妖怪，为什么你洛寒把他放跑了？这马就送与他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他还我一马才公平。若伤他一命，便是我欠他的了。何况我还有2只脚，照样可以走到灵山。哎呀，你这和尚不是呆便是傻呀你！好，你愿意走就自己走吧，反正我送了你一程，也不欠你什么人情了。你到不了灵山，也不关我的事。哼，走啊！用你这2条腿，使劲走吧你！哼，气死我了！悟空不得无礼。菩萨。弟子唐三藏拜见菩萨。悟空，你到涧边去把他叫来，我替你降他。菩萨，那妖怪肯定拿我老孙当仇人了，我叫他哪肯出来？那白龙本是西海龙王傲润之子，他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他父王告他忤逆不孝，在天庭上犯了死罪，是我替他向玉帝求情，给唐僧做个脚力。你想，那东土来的凡马，怎能走得了那万水千山？怎能到得了灵山佛地？必须是这个龙马，方能成功。原来还有这段因由，可那白马这般葬送性命，仍是可怜呐。悟空，你去叫一声傲润龙王、白龙3太子，你出来。有南海菩萨在此，他就出来了。好，菩萨，那我就依您的，试试看啊！哎，傲人龙王3太子，快点出来呀！这有南海观世音菩萨正在找你呢。怎么又是你？哼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打你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观世音菩萨正在岸边等你呢，让你速速前去拜见。观音菩萨，白龙叩见观音菩萨，承蒙菩萨活命大恩，白龙在此等候取经人，却不见踪影啊！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？他是我的对头。我昨天在此等候，不见取经人，因为肚子饥饿，吃了他的马匹，而他仗着武艺高强，将我打败。喂，你又没问我姓氏名谁，又没问我从哪儿来的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哼！我曾问你是何人，你却只管恫吓于我，并没有说取经的事啊！你这猴头，以示自己本领高强，哪里肯说上半句好话？你如果提起取经2字，又怎么会费这番周折呀？悟空，你动辄非打即骂，不肯与人为善，好言相对，如今白费了气力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今番前去，还有等着归顺的。若问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说取经2字，就不用再劳力劳心，自然会拱手服顺的。要是真这样，那倒好了。变！白马，你必须历尽千辛万苦，用心还了业障，
攻城之后，超越樊笼，还你个金身正果。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望你勿生邪念，真心皈依，修得正果。哎，菩萨，哎，菩萨慢走，慢走，菩萨。菩萨，等等啊！哎，菩萨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菩萨，你还是找个旁人来保护这个和尚吧。我老孙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哼，这去往灵山的路上，少说也有108000里之遥啊！让我保护那个肉眼凡胎的和尚，这何时才能到灵山呐？再说呀，这一路之上多磨多难，我老孙都快保护不了自己了。哼，还说什么修成正果？哼，不去了。你当年没有得到人身之前，尚且肯尽心修悟，你今日脱了天灾，怎么反倒生了懒惰之心？佛门中以寂灭成真，有信心才能修得正果。假如到了那伤身害命之处，我许你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。到了万难之时，我也会亲自来帮你。你过来，我再赠你一桩本事。变。这是3根救命的毫毛，若到那无际无主的时节，可以随机应变，救得你疾苦之灾。菩萨，那我这里多谢您慈悲了。师傅，你看，悟空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。好啊。贫僧问讯了。大师从哪里来的？贫僧乃是东土唐王钦差上大雷音寺拜佛求经，路过这里，想借宝刹歇息一夜啊。那快请里面坐。好。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他性子急，听见你这话，他就不答应了。他是贫僧的徒弟。这样一个丑头怪脑的模样，您为何收他做徒弟啊？他样貌虽丑，却大有本领啊。对对对，正应了那句俗话，人不可貌相。贫僧屡次蒙菩萨大恩，未及叩谢，今遇菩萨禅院，如见菩萨，正好拜谢。那就请吧。你们过去帮帮忙。请大师。走。请。何人在这里乱吵？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。你是什么人？打哪儿来的？悟空，休得无礼。这是我们院主。啊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院主，请息怒啊！此乃贫僧徒弟孙悟空。贫僧唐玄奘，奉唐王圣旨前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贵院，恳请借宿一晚。好，请客人们到厢房用茶。啊，请。悟空，走吧。师公，东土大唐圣僧来拜见你。老院主，弟子有礼。
不敢，快请坐。师傅，请坐。献茶。是师傅。哎，请问高僧从东土而来，要走多少路程啊？从长安到两界山有5000多里路，在两界山收了一个徒弟，一路西来，经过西番哈密国，又是2个多月，又是5000多里路，才到了贵地呀。如此说来，已是万里之遥了。我活了这把年纪，我连这山门都没出去过。正所谓坐井观天，鱼朽之辈呀。敢问老院主，高寿几何呀？吃活270岁了。那岂不是仙寿之年了？什么仙寿之年？依我看来，跟我当个孙儿，我还嫌你太年轻呢。你这是怎么说话的你？悟空，不要乱说。请用茶。请用茶。多谢。哦，羊脂玉的杯子，你们这些和尚也太不清贫了吧！来，师傅，好茶。老东西，你还挺会享受的啊！你这猴子说什么呢？见笑了。高僧乃天朝上国人物，广揽奇珍，这等俗物何足挂齿啊？高僧是来自天朝上邦，可否有什么珍奇宝物拿出来，让我一饱眼福？在贫僧眼里，只有佛法僧3宝4宝，其他的倒没见过什么宝物啊。纵然是有千山万水的，也不便带在身上。师傅，你不是有条袈裟吗？那就是个宝贝，拿出来给他们见识见识。袈裟，你们笑什么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刚才说那袈裟是件宝贝，那实在是可笑啊！像我这一辈的和尚，至少也得有20-30件的袈裟。我们老师祖，他在这个寺院里已经做了250-60年的和尚了，少说也有700-800件呐。多又怎么样？河里的沙石还多呢。可惜呀，1文钱不值。那就，让老僧去见识见识高僧的袈裟吧。真是个好袈裟，好宝贝，好宝贝啊！哎呀，满天都艳红了，看，还有七彩霞光。老院主，怎么了，师公？弟子真是无缘了。有话慢慢说。师公，有话慢慢说啊。圣僧的这件宝物，真是天下之奇，只可惜我老眼昏花，是无法仔细欣赏。这岂不是无缘吗？老头儿，你想怎么看呢？圣僧若放心的话，就让老衲将此拿到后面禅房仔细看上一晚，明日一早还给圣僧，不知尊意如何？好，要不是我明天急着赶路，别说1天，就是1年也不要紧啊。多谢。来呀，将客房打扫干净，2位进去休息，将这袈裟请到我的禅房。打扫禅房，准备斋饭。走。